原来有些鱼类看似鲜美营养，实则从小吃药长大。如果说药养鱼这个词听起来夸张，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对养殖鱼的印象。养鱼的养殖户私下提醒，有6种养殖鱼基本都是靠药物撑着长大的，他们自己往往都不敢吃。到底是哪6种鱼？为什么会沦落到药比鱼多的地步？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这背后的故事。大家常说多吃鱼，聪明又健康。鱼肉富含蛋白质和 Omega-3 脂肪酸，对心脑血管有好处，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然而，再好的食材，如果生长过程充斥药物，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试想，一条鱼从鱼苗到成鱼，一路服用抗生素、驱虫药，甚至连禁药和激素都可能下肚，这样的鱼，你还觉得安心吗？更可怕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鱼，外表无从分辨它是不是吃药长大的。只有深入水产业内的人才知道内情。某些鱼种在高密度养殖环境中，不投药几乎养不活，最后捞起时，鱼体内已残留着各种化学药剂。我们今天列出的6种鱼，就被行内人点名为药养鱼的代表。事实上，当代水产养殖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药物滥用的隐患。自20世纪下半叶起，全球渔业从捕捞为主，逐渐转向养殖为主。如今世界上每2条上餐桌的鱼，就有1条来自养殖场。养殖场里成千上万条鱼挤在池塘或网箱中，要让它们顺利长大，疾病防治成了头等大事。最省事的办法就是靠药预防，高密度饲养，预防性投药成为行规。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的养殖业都面临过药物滥用的挑战。于是我们看到抗生素鱼、激素鱼的新闻此起彼伏。一方面，人们享受着便宜又丰富的鱼肉供应，另一方面，也承受着药物残留的风险。不知不觉间，养殖鱼变成了一场与疾病和药物的赛跑。首先要介绍的是石斑鱼。石斑鱼肉质细腻，滋味鲜美，是高档鱼类，不少饕客喜爱将它清蒸或煮汤。然而你可能不知道，在养殖户眼中，石斑鱼却是标准的药罐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石斑鱼养殖密度高，环境人工可控，但它们对水质和病菌极其敏感，动不动就生病。一旦一池石斑染上寄生虫或细菌，可能迅速爆发感染，造成巨大损失。为了避免灾难，养殖者往往选择未雨绸缪，提前在饲料中加入抗生素，或者定期往水里撒药。试想，在沿海某处的石斑鱼养殖场，每天清晨，养殖工人都要先给鱼开药，把搅匀了药粉的鱼料撒向池塘。成千上万条石斑鱼争相抢食这掺了药的早餐。对养殖户而言，这是不得不为的日常，否则一旦鱼群染病，损失可能让他倾家荡产。例如，抗菌药物如氯霉素、恩诺沙星等可能被用来预防鱼只染病，万一鱼生了肤霉病等，还会使用孔雀石绿这类药剂来浸泡治疗。然而，问题在于孔雀石绿是一种工业染料，早在2002年就被列为禁用鱼药，因为它具有致癌和致突变风险，一旦用在食用鱼上，会长时间残留在鱼体内。我们都希望禁药绝迹，但现实是残酷的。石斑鱼养殖曾多次被爆出使用禁药的丑闻。2006年前后，中国北方市场曾查出来自沿海渔场的多宝鱼体内含有孔雀石绿，当时引发全国关注，相关鱼品一度被下架销毁。养殖户坦言，不用药根本养不出这么漂亮的鱼。尽管事后各地强化监管，将孔雀石绿等列入黑名单，但药物残留的阴影始终不散。石斑鱼药养的问题近年依旧存在。2022年，中国大陆海关宣称从进口的台湾石斑鱼中检出孔雀石绿和结晶子等禁药残留，随即对台湾石斑鱼下达进口禁令。这件事轰动一时，也再次提醒人们，孔雀石绿这类禁药一旦用过，残留可以长达10几年，环境中残存的药性甚至会让后来养的鱼也中招。换句话说，一旦养殖水体被这类药物污染，就像泼出去的染料，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对消费者而言，更麻烦的是，我们无从得知手上的石斑鱼曾经经历了什么。
如果养殖过程中药物剂量过大或未遵守休药期，那么鱼肉中残留的抗生素和禁药就可能超标。我们吃下肚，短期内或许感觉不到异常，但长期而言可能埋下健康隐患。难怪有资深养殖户直言，自己养的石斑自己从不吃，他们宁可去买野生的或别的鱼种，因为深知这种鱼养大的过程加了太多东西。石斑鱼本该是海中珍馐，如今却成了实验室药剂的产物，令人唏嘘。接下来说的第二号要养鱼，其实是两个近亲鲶鱼和巴沙鱼。这两种鱼都是淡水中的底栖鱼类，鱼刺少，肉质软嫩，因此常被做成各种鱼柳鱼排。在市场上，你可能买过廉价的进口冷冻鱼柳，那多半就是巴沙鱼。为什么说鲶鱼和巴沙鱼是要养鱼呢？先看看它们的生长环境。鲶鱼通常养在池塘或湖泊的底层水域，巴沙鱼多养殖于东南亚大河流域，比如越南湄公河的大水网里。这些环境水质往往较浑浊，溶氧量不高，加上养殖密度大，鱼为了存活免不了要百毒不侵。养殖户为了让这些鱼活下来，会频繁给水体消毒，下抗生素防细菌，甚至投喂驱虫药防寄生虫。鲶鱼天性皮实耐活，但不代表它们不生病，只是很多时候病被药压下去了。试想一口小池塘里密密麻麻全是鱼，排泄物和饵料残渣混在水里，细菌疯狂滋生，如果不定时下药，鱼群早就爆发瘟疫全灭了。于是这池鱼从小到大，饲料里可能一直掺着药粉，水里也定期倒药水，鱼也就在药汤中成长。更甚的是，巴沙鱼在加工过程中还要经历一道药浴。很多人吃过巴沙鱼都觉得它的肉特别嫩滑，仿佛不像一般鱼肉的口感。其实这可能是泡出来的效果没错。三聚磷酸盐就是幕后黑手。三聚磷酸盐是一种合法的食品添加剂，常用来浸泡海鲜，使肉质保持水分，增加重量。由于巴沙鱼价格低，利润薄，一些加工商会用磷酸盐溶液浸泡鱼柳，使其大量吸水增重，鱼肉看起来肥厚诱人，实则灌满了水和化学添加物。曾有台湾餐饮业者在2023年网络发文爆料，他为找不泡药的巴沙鱼原料奔走，结果市场上几乎没有未经磷酸盐处理的巴沙鱼，成本是普通泡药鱼的 2.5 倍，根本无人问津。换言之，市面上流通的大部分巴沙鱼制品都经过了磷酸盐处理。吃下这些被加水的鱼柳，我们等于也摄入了不少无形的磷。磷是人体必需矿物，但过量摄取会增加肾脏负担，甚至扰乱钙磷代谢。有肾病或心血管问题的人特别被医生警告要控制磷的摄入。长期大量吃经磷酸盐软化增重过的巴沙鱼对健康的影响不可小觑。因此有人戏称，巴沙鱼柳虽嫩得像豆腐，但营养价值也打了折扣，吃多了反而像在吃慢性毒药。这说法或许夸张，但足以引起我们警惕。越是廉价方便的食材，背后往往有不为人知的加工黑幕。一位餐厅老板苦劝顾客，再便宜的巴沙鱼也不要吃，原因就在于此。第三种上榜的是罗非鱼。罗非鱼可说是平民经济鱼的代表，全世界都有大量养殖。它生命力强，适应性广，在池塘、水库都能活，所以产量高，价格便宜。不过，正因为养得多，罗非鱼身上的病也多，尤其在热带、亚热带，罗非鱼养殖面临一个大敌链球菌病。每当夏季高温，水质稍差，链球菌就可能在鱼群中扩散，导致罗非鱼大批暴毙。为了防这个病，养殖户几乎必备套路，提早在饲料中掺抗生素，例如土霉素、红霉素等广谱抗生素。有些渔场甚至长期将低剂量抗生素混在饲料里保健，借此预防疾病爆发。然而如此一来，罗非鱼就像天天吃预防药长大。另外，养殖场还有另一秘密武器是激素。例如罗非鱼养殖中常在鱼苗阶段喂食雄性激素，使小鱼几乎全变成公鱼，以避免繁殖消耗，提高生长速度。虽说这些激素会在鱼体内逐渐代谢掉，但让鱼从小吃激素的操作难免令人担心其安全性。我们吃鱼的人其实不知不觉也跟着吃进了抗生素的残余。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一件惊人的往事。
我收集了一份报道，在广东某地给罗非鱼用了7、8种抗生素治病。我想人们吃了这些鱼的同时，也等于吃下了抗生素。这话点出了养殖罗非鱼滥用药的严重性。几种药一起上阵，鱼就活了，但药残留也锁在鱼肉里。虽然规定食品鱼用药要遵守休药期，出塘前停药一段时间让药物分解，但现实中难免有养殖户心急出货，没等药物代谢干净就将鱼卖了。尤其罗非鱼价格低，产量大，监管部门不可能逐批检测，于是漏网之鱼就在所难免。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商贩使用国家禁用药物来养鱼。例如曾有报道指罗非鱼养殖使用呋喃西林，一种硝基呋喃类抗菌药，这种药残留有致癌风险，自2002年起严禁在食用动物上使用，但因便宜好用，有人暗中购买使用。同样地，孔雀石绿对付鱼的寄生虫和真菌感染很灵，一些渔场也可能偷用，结果是我们在餐馆吃到的一盘清蒸罗非很可能药味十足。当然，这并非说每一条罗非鱼都有问题，而是提醒大家，养殖环境越差的鱼越是靠药硬撑，选购时最好挑来源可信、有检验合格证明的，即使价格稍高也值得。第4种要养鱼是黄鳝、鳝鱼。黄鳝长久以来有个传闻，养殖的黄鳝个头特别粗大，是因为吃了避孕药催肥。这个说法流传多年，许多人看到硕大的黄鳝难免心生疑虑。然而科学调查显示，所谓喂避孕药其实是一场误会。早在1998年，有媒体报道称某些养殖户偷偷在鳝鱼饲料中添加避孕药，让黄鳝长得又肥又大。这劲爆消息一出，迅速发酵，成了街谈巷议的传奇。实际上，在2000年前后，由于黄鳝人工养殖技术不太成熟，确实有少数养殖户养不大鱼，鱼又爱生病，病急乱投医，试过把人用避孕药，主要含雌激素，搅进饲料，然而结果很差。黄鳝这种鱼有雌雄转变的独特生理，幼鳝是雌性，长到约3年，产完卵后会转为雄性，雄性黄鳝体型才会明显比雌性大。你喂它雌激素，只会让黄鳝更娘更小，起不了催大作用。更糟的是，激素药削弱鱼体免疫，造成大量死亡。所以当年试药的养殖户反倒损失惨重，此后几乎没人再犯傻了。近年农业部的抽检也证实，追踪黄鳝样本中的各种激素，包括避孕药成分，并未发现检出。因此，避孕药鳝鱼更像是流言夸大。养殖黄鳝长得肥，一靠饵料营养足，二靠养殖时间够长，跟吃避孕药没关系。然而，黄鳝虽没有避孕药之余，却绝非洁净无瑕。相反地，它是被抗生素事后长大的。黄鳝属凶猛好斗的鱼类，在人工环境中，它们经常互相撕咬，或在捕捞转运时受伤。一旦有伤口，很容易细菌感染，出现烂尾、烂皮、肠炎、出血等病症。如果不马上治疗，一只黄鳝可能迅速死光。试想养殖户从水里捞起一条黄鳝，只见尾部烂掉一截，满身出血斑，这时他的唯一选择就是立刻把药撒进池塘，以期挽救整池鱼的性命。为了快控制病情，养殖场会大量使用抗生素，典型的就是恩诺沙星这种广谱药。虽然国家允许规范使用恩诺沙星来治黄鳝病，但不少业者贪图效率，不是超量用药，就是不遵守休药期，结果上市的黄鳝药残留严重超标。近几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黄鳝的抽检发现，恩诺沙星残留超标是高频问题，有的样品超标几倍甚至数十倍。2024年8月，江苏、浙江等地就通报多起黄鳝抽检不合格案例，个别样品中的恩诺沙星超标达30倍之多。想想看，一条小小的黄鳝体内竟积蓄了这么多抗生素，难怪有人戏称黄鳝是名副其实的嗑药鱼。虽然健康成年人偶尔吃1、2次这样的黄鳝未必就中毒，但潜在风险在于长期食用可能让人体内细菌产生耐药性，未来真生病用药时疗效会下降。同时，过量抗生素进入体内可能干扰肠道菌丛平衡，更别说有些人对福奎诺酮类药物天生过敏，如果吃到残留超标的鳝鱼，可能出现头晕、荨麻疹等不适反应。所以
对黄鳝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美味的鳝鱼包固然诱人，但务必来源可靠，煮熟煮透，以降低药物残留和致病菌的危害。说完黄鳝，再来看看第5种上榜鱼——黑鱼、乌里。黑鱼是淡水中的掠食者，体表黑纹斑驳，生命力极强。很多人相信黑鱼肉营养丰富，特别适合手术或产后进补，因为它蛋白质高，据说有促进伤口愈合之效，所以市场需求不少。然而你可能想不到，黑鱼养殖暗藏杀机，甚至出过黑鱼变毒鱼的新闻。黑鱼容易毒，一样与滥用药物有关。黑鱼生性凶残，在鱼塘里凶猛争食，但它们也会感染一些要命的疾病，比如诺卡氏菌病，此病潜伏期长，发病后死亡率极高。此外，寄生虫和各种细菌性感染也困扰着高密度养殖的黑鱼。由于黑鱼价值不低，养殖户当然不愿损失，一见有病就各种药齐上。抗生素是标配，比如氧氟沙星、硝基呋喃类等，有些本应限定医用的强效抗菌药也被拿来给鱼吃。其实早在2002年，国家就明令禁止在食用动物中使用氯霉素、呋喃西林等可能致癌的药，但某些地下渠道仍供应这些药给养殖场。2015年，山东济南执法部门查扣一批活黑鱼，经检验鱼体内检出呋喃西林代谢物，这可是明令禁用的兽药残留。消息传出后，消费者哗然，媒体以黑鱼变毒鱼为标题警示公众。一些调查还指出，在部分沿海水产养殖区，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等禁药的添加并不罕见，而当地的养殖户自己却从不吃养出的黑鱼、黄花鱼，因为他们知道鱼塘里下了多少药。养殖池边长大的孩子甚至戏称，鱼塘的水比药还浓。这听起来荒诞，却道出了黑鱼养殖乱象的冰山一角。黑鱼本身肉质细致 Q 弹，如果自然生长绝对算美味，但当我们买到的是养殖黑鱼，就得多留个心眼。市场抽检显示，有的养殖黑鱼体内氧氟沙星残留量严重超标按标准，食品鱼体内本不应检出这种药，可实际却测出可观浓度。对消费者来说，吃下这样的鱼或许短期无明显不适，但细思极恐，我们等于在餐桌上喝下了抗生素鸡尾酒。长此以往，一些病菌可能因低剂量持续暴露而练就耐药性，等我们真生病需要用药时，药效就被削弱了。黑鱼之毒，毒在悄无声息的积蓄，最终伤人于无形。所以当听说某处鱼塘养出的鱼特别大特别肥时，千万别以为那是好技术，搞不好是药催出来的假象繁荣。与其贪图便宜合个大，不如选择自然生长的安全鱼类，吃得踏实。最后，第6种被点名的是鲫鱼，尤其指那些小池塘里养大的鲫鱼。鲫鱼个头不大，常用来红烧或煮汤，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家常菜。然而许多人不知道，小水体养殖的鲫鱼问题多多。首先，小池塘因水量有限，水质很容易恶化。高密度养殖时，鱼的排泄物和饵料残渣使水中氨氮迅速升高，细菌疯长。为了维持这种恶劣小环境里鱼儿的存活，养殖户只能勤换水，并大量依靠药剂，定期消毒水体，杀菌、杀寄生虫。一些常见药如漂白粉、硫酸铜、生石灰，时不时就得到池里来一下，如果鱼出现病兆，就马上投抗生素。鲫鱼看似不起眼，其实很娇贵，一不小心整塘暴病虽不如10般值钱，但也够受。于是许多小养殖户图稳妥，干脆一开始就把水养成药汤，长期维持低剂量药物在水中，宁可鱼体内逐渐累积一些药，也不能让它们生病。除此之外，鲫鱼还有自身的麻烦，它是杂食鱼，池塘里常有小蜗牛等生物，鲫鱼吃了带寄生虫囊幼的蜗牛，就可能感染肝吸虫等寄生虫病。寄生虫不仅危害鱼本身，也能通过生食传染人类。养殖户为防鱼生寄生虫病，往往会在饲料里掺驱虫药，而这些药大多是化学合成品，在鱼体内残留不可避免。更夸张的是，市面上还曾曝光有不肖商贩为屎脉相差的鱼恢复漂亮色泽，竟用孔雀石绿溶液给鱼美容。孔雀石绿能抑菌灭藻，暂时去除鱼体表的霉斑。
让鱼看起来活力十足。但这种做法完全是拿消费者健康冒险。一条小鲫鱼哪怕只在药水里浸一下，吸收的孔雀石率也可能超标。由于鲫鱼单价低，交易分散，这类违规操作往往难以被抓到，最终埋单的还是毫不知情的食客。说了这么多，总算把6种常被养殖户称作药罐子的鱼介绍完了。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难道以后就干脆别吃这几种鱼了吗？其实，不少懂行的医生和营养专家在日常选鱼时，也会尽量避开以上这些品种。他们担心，经常摄入药物残留高的鱼可能增加慢性疾病风险，例如磷摄入过多伤肾、抗生素残留引发过敏或菌群失调等等。吃鱼养生若变成吃鱼养病，甚至有人直言，越吃这些鱼，身上的病就越多。虽说这种讲法有些夸张，但其用意无非是提醒我们当心。也正因此，我们才强调尽量少吃，并非要大家完全不碰，而是学会挑选，适可而止。那么，我们该怎样降低吃到药鱼的风险呢？这里提供几个原则。其一，选择可信渠道购买，如有品牌的超市或可靠渔产公司产品，大企业更注重声誉，品控相对严格。其二，不盲目贪大求肥，异常肥大的鱼可能隐含不自然的成长方式。正常养殖的鱼有其生长极限，长得过快过大往往是药物或激素作用的结果。其三，饮食多样化，适量为宜，不要长期频繁吃单一品种养殖鱼，多种类轮换，可以降低特定残留物累积的风险。其四，一定充分煮熟，尤其淡水鱼千万别吃生的，烹煮可以杀灭绝大多数寄生虫和致病菌，虽对化学残留无能为力，但至少避免了急性感染。另外，烹调前若有条件，可将鱼多浸泡清洗，去除内脏黑膜，也能部分减少残留物。从长远看，养殖业需要走向更健康透明的发展模式。水产专家们正尝试通过疫苗、防御性益生菌、中草药等替代方案来降低抗生素使用。例如，针对罗非鱼链球菌病的疫苗，如今已在部分养殖场投入应用。鱼儿打了疫苗后，发病率大降，抗生素用量也随之缩减，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监管部门也持续加大抽检力度，揪出违规用药者。毕竟，药养鱼不仅是食品安全问题，也关乎公共健康。滥用抗生素还可能催生出可怕的超级细菌。这些耐药菌一旦通过环境和食物链传播，最终受害的还是人类自己。我们希望未来的餐桌上，养殖鱼少一些药味，多一份安心。在此之前，我们作为消费者能做的就是多留心，多选择，倒逼业者改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当你下次走进市场，看到水槽里活蹦乱跳的鱼，不妨想想今天的话题，这条鱼是喝清水长大的，还是喝药水长大的？答案或许不得而知，但多一分提防总没坏处。让我们以知识武装自己，用行动守护家人的餐桌安全。记住，鱼应该游在水里，而不是泡在药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放心地说，多吃鱼有益健康。